8萬人小鎮遭6萬非法移民入侵，歐洲人懵了。當西班牙人還沉浸在奪取世界杯冠軍的喜悅中時，一份來自非洲的大禮卻讓他們猝不及防。上周6萬名身強力壯的非洲青年從海上發起了奇襲，硬是靠着游泳抵達了西班牙位于北非的小城休達，妄圖借此敲開歐洲的大門。要知道，整個休達城不過8萬西班牙居民，一下子湧進來6萬非法移民是什麼場景？整座城市立刻陷入了癱瘓，海灘上密密麻麻全是渾身濕透、精疲力盡、臉上還略帶興奮的年輕人，他們大步流星的衝進休達市區，由於無處可去，便成群結隊的在公園長椅上、商業街的屋檐下，甚至馬路的中央席地而睡。普通的休達居民被嚇得不敢上街，緊閉門窗，偶爾開一條小縫窺探外面的情況。幸福畫面還回了馬德里，所有西班牙人懵了。雖然知道經常有非洲人偷渡休達，但是一年不過數百人，這種萬人衝關的大規模偷渡絕對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比西班牙更緊張的是歐洲其他國家，他們擔心西班牙會放任這些非法移民越過邊界進入法國、意大利乃至瑞典，造成新一輪的難民衝擊。其中意大利的言辭最嚴厲，表示如果西班牙不對這些人採取行動，他們將終止與西班牙的申根協定，以後所有入境意大利的西班牙公民都需要重新申請簽證。瑞典表示贊同，譴責西班牙沒有守護好歐洲的邊境。法國人直接把電話打到了西班牙首相的辦公室，問他們需不需要法國派遣軍隊協助管理休達。西班牙人謝絕了法國人的好意後，立刻將此次非法移民浪潮定性為對西班牙領土完整的侵犯。警察、外籍軍團倾巢而出，裝甲車、防暴車開進海灘，阻止人潮湧入市區。直升機在空中盤旋，用探照燈掃射海面及邊境。警車在街頭日夜拉響警笛，四處搜捕散落的偷渡者，將其前置遣返。經過幾天的努力，目前已經有半數的非法移民被遣返到了母國。盡管局勢暫時受控，但這場萬人衝關留下了3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這離譜的非法移民大軍究竟從何而來？他們為何會不要命的想去西班牙？面對如此輕易被撕破的邊境防線，歐洲人還能擋住下一次更加洶湧的人潮嗎？想要弄清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看懂休達這座城市的特殊地理位置。從地圖上看，休達與西班牙本土並不相連，而是孤懸於北非的一塊飞地，却享受着與西班牙國民同等的社會福利。它與歐洲大陸隔着直布羅陀海峽，最窄處僅15公里，而在陸地上，它則與北非國家摩洛哥直接接壤。這次6萬的偷渡大軍正是從摩洛哥奔湧而來。這時或許有人會問，那麼他們為什麼要游泳進入休達呢？直接走陸路豈不是更安全？原因有二：一是陸路通道早已被嚴防死守，設有2道5米高的鐵絲網，有24小時的巡邏隊，偷渡難度極大。二是前幾日西班牙法院做出一個裁定，從陸路偷渡過來的非法移民將立即被遣返。原本就是一條普通的裁定，但是在摩洛哥的社交平台上竟然被解讀為走海路不會被遣返。摩洛哥青年本就找不到好工作，日薪僅10歐元，結果上網一看，現在走海路進入休達不會被遣返了，那還等什麼？快游啊！要知道在西班牙打黑工薪水都有60歐元，一傳十，十傳百，一條無厘頭的網絡謠言瞬間引爆了5萬人的跨海狂奔。按照摩洛哥青年的規劃，只要踏上休達的土地，第一步就是黑下來，洗盤子、幹农活、撿垃圾，再低端的苦力活也願意幹，唯一的目的就是熬時間。因為西班牙法律規定，非法滞留滿一定年限就有機會通過扎根拘留申請合法身份。一旦拿到了這張歐洲門票，便可以正大光明的跨過直布羅陀海峡，前往福利條件更優渥的法國、德國定居。過去零星的偷渡客，西班牙尚可睁一隻眼閉一隻眼，全當是補充廉價勞動力。但沒想到這一次直接來6萬人，規模之大，不知道的還以為北非大軍又來攻打歐洲了。歷史的吊詭之處恰恰在於此：600多年前，歐洲人正是從入侵休達開始，踏上稱霸全球的旅程。公元1415年，渴望財富的葡萄牙王室派遣王子恩里克率領艦隊一舉攻克了當時屬於北非王朝的貿易重鎮休達。在休達，恩里克被城裡堆積如山的奇珍異寶所震撼，並且在打探中得知，這些財富皆源自神秘的東方。由於傳統的陸上貿易的通道被威尼斯和奧斯曼帝國牢牢把持，恩里克下定決心要從海上闢開一條通往東方的新航道。波浪壯闊的大航海時代自此拉開帷幕，一艘艘探險船從伊比利亞半島出發，沿着非洲海岸線不斷向南摸索，最終改寫了人類歷史，開啟了歐洲人主導世界的500年。幾百年滄海桑田，當年歐洲人征服世界的橋頭堡休達，如今卻反遭摩洛哥人的萬人衝關，這何嘗不是一種歷史的輪迴？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這不震驚歐洲的非法移民潮絕非單純的謠言發酵，而是地緣博弈、經濟困境與歷史遺留問題相互碰撞後產生的結構性危機。這一次，西班牙的裝甲車或許能勉強把這6萬人擋在海灘上，但只要這種巨大的貧富落差不解決，只要地緣博弈還在繼續，歐洲人就會面臨無數個休達時刻。他們可能爆發在英國的多福爾海峽，可能在法國的某塊飛地，也可能在地中海的任何一個偏僻的角落。當物理上的鐵絲網再也阻擋不住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在坚不可摧的歐洲堡壘，或許終將被洶湧的人潮徹底吞沒。